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一起清扫一下我的这个磨豆机。这个磨豆机呢，用了2-3个月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刚买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它磨出来的豆子非常的差，就特别的粗糙啊，所以我基本上就不能用的状态。后来呢，就看到了一个地方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调的。然后于是我就调了一下，就变成现在这个好使的状态啊。现在我把它打开了啊，看看它的结构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这最开始的这个刀盘就非常的大啊，就特别就磨出来的粉子压根就不是粉，它都是粒儿啊。就我调到1，它也是粒儿其实经过这个调整以后，你就会发现磨豆机原来并不是磨豆机不好使，而是你这个调整没有调好。你看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这个咖啡的渣儿这个咖啡的渣儿这个我们需要用这个东西把它都清扫干净，这样你就不至于喝的都是以前的陈渣的咖啡了咱们为什么要在家磨豆呢？其实就是咖啡呢，在冲煮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喝到这个新鲜的咖啡豆新鲜的咖啡豆咖啡豆你在这个放到家里储存以后，它就会变得不新鲜不新鲜以后就味道就不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柱形的这个小东西，这个卡榫它实际上是卡在这个咖啡机的下面这个位置以防止这个东西乱窜大概其实这个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还是把它清扫干净灰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看一下这里面看这里面的这个灰尘还是挺多的还有这个呢顶上都已经一层油脂了但是没事的你就要把这个基本上最好是1-2个月就能清扫一下，并且把它进行一下调理。而且由于这个咖啡它本身油脂就很多，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厨房，它又能吸收我们很多的油脂所以导致这个磨豆机的这个磨豆效率实际上如果你不经常去清洗它的话，磨豆效率会越来越低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的这个磨豆机是110伏的110伏的磨豆机就比较麻烦一点，我们需要对它电压进行一下转换但实际上就是为了便宜嘛然后所以呢我呢是在网上买了一个变压器也很便宜，在这个位置大家可能能看到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变压器，每次呢我都是用这个变压器去，它的状态还是一直不错的，磨出的豆子我觉得还是很可以接受的装回去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首先把它的原理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靠这个弹簧的力量。看，这是弹簧的力量，豆子呢从上面舱下来，然后呢经过这个被输送到这里，经过这2个刀盘的这个相互的摩擦，然后使得豆子在这个刀盘上成功的被摩擦出来这个摩擦成粉状，然后呢调节这2个刀盘的这个缝隙，来达到这个磨豆的粗细，叫这个调节。把它放进去，这个东西一定要放上不放上的话，你想它就不能够带动这个里头的这个轴，就没办法带动外面的这个转动了你看这个放的不太好放你看这个弹簧的力量还是挺大的，它一直在顶这个东西看我这里头，我现在可能要找一些东西去洗它，我觉得这可能是咖啡的油脂，我先暂停一下，然后找点洗涤剂。哎呀，看一下我的阶段性成果，这个油污实在是太难搞了
我拿洗涤剂竟然没有搞定它，所以我又搞了一点叫厨房重油清除剂威猛先生啊这个东西，然后好像现在好一些了啊。一会儿我们再去看，这全都是咖啡的油脂啊，咖啡香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油脂嘛啊，所以这样清洗以后应该会好很多。哎，这个就没有那么涩了哈，我要再涂一遍。好，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是很猛的，可以涂一点在这个物体表面，然后进行擦拭，这个去污效果特别强，但估计应该是有一种很强的这个表面活性物质吧，不知道，反正用它来擦东西还是不错的啊。我要继续擦了。我们也可以清洗的时候顺便看看底下的结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看里头有一个笔墨，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个螺丝刀子垫着这个抹布，给它塞进去啊，然后就把这个轴承都给它清干净了啊，给它清得干干净净的啊，毕竟是食物嘛，你这个吃的时候当然是要喝到肚子里的。但这个东西还是抗造啊，基本上它也不会坏。然后，对它展示一下后面吧。它后面还有一个这个电源开关和保险丝，如果坏的话，保险丝很容易坏。背面还有2个备用的保险丝啊。总之这个小墨还是很爽的啊。好，我接着去把刀头再冲洗一下，刚才泡到热水里头。刚才我花了点时间把这个清扫了一下，同时我给大家拆开了，让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是可以这样放置在这里的啊。放到这里以后呢，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清洗啊。同时呢，如果这个刀头磨损了的话啊，你还可以在这儿换一个刀头啊，这非常容易。你拼多多或者是淘宝买一个刀头就可以了，它非常简单。你看，就是2个螺丝。放置在这里，由于都是扭螺丝，所以这个工作其实一点都不难啊。我们把那个螺丝给它扭回去。这个安装的时候啊，它是冲下的，你这个卡榫啊就不太好放，所以你把这个手动呢把它挪到上面去，挪到上面去，找东西把它垫一下啊，给大家看得更清楚，就是把它挪到上面去。这个冲上，好，非常简单。塞进去，先把这个弹簧塞到下面去，然后再放这个啊，然后再放这个，看啊，放进去了，然后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这个螺丝往里怼的话，它就正好是一个紧扣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这个。然后我们把这个刻度啊，这个刻度调到1的这个位置上，然后推进去，再推进去啊，这样就是最细的状态啊。然后往这头拧的时候，它就出来，这个就是粗的状态，它就会刀盘就会往后退啊，就是这样。把它装上，这个动作就完成了。如果要是正常情况下，最粗的地方应该是听不到的啊，能听到一些磨损的声音，对吧？然后转动这个刀盘的时候，最好是它转动状态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啊。听到？看，我当它到这儿的时候，2个刀盘相互之间进行摩擦，就会产生很强烈的转动的声音。那个时候就说明2个刀盘已经对上了啊。所以我的这台机器基本上是在2.5，不是1.5左右的时候是我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平时一般都是把它设置到1.5的这个状态，
然后来磨意式啊。当然，如果你要是手冲的话，那可能就要往后再磨一下。行了，这就是我的一个清理过程啊。这个还没有扫，我一会儿去把这个也刷干净。好了，拜拜。